不只怕能源短缺一事，制俄对欧洲会造成更大的后果。奥地利总理的喊话撕开了欧盟的遮羞布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评股，我是一评股。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，不只怕能源短缺一事，奥总理喊话让欧洲认清对俄脱钩更大的后果。由于制俄反噬的到来，欧洲能源危机已经出现了比预期更糟糕的情况，能源价格飙升，甚至都不是其中最严重的问题。虽然欧洲各国政府始终不愿承认能源危机的严重性，但实际状况却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，眼下的危机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全球性灾难。举个例子，能源短缺导致欧洲的天然气价格已经飙升至过去10年平均水平的10倍，相当于用$500买一桶石油。这对能源密集型产业来说，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。现在很多的西方媒体政客都把矛头对准俄罗斯，指责普京的做法导致国际危机加剧，但他们却忽略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：如果不是欧洲率先对俄发起制裁，俄罗斯或许也不会下狠手。众所周知，欧洲最容易被拿捏的地方就是能源问题。失去俄罗斯长期提供的低价能源，欧洲的民众便失去了享受生活、肆意挥霍的资本。欧洲企业的发展也将失去长期以来的竞争力。更重要的是，不管是民众生活成本还是工业生产成本，都会越来越高。过惯了富裕日子的欧洲人能受得了吗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奥地利总理的一席话撕开了欧盟的遮羞布。其实欧盟不只怕能源短缺一事，也让欧盟认清对俄脱钩的更大后果。就在欧洲能源价格持续上涨之际，奥地利总理近日向欧盟喊话，希望能够就电力价格做出统一的规定。奥总理还表示，将努力说服欧盟中的顽固派，让所有欧盟国家联合起来解决这一难题。从奥总理这番话就能够看出，在制俄这一问题上，欧盟国家持有不同意见，并非异口同声。虽然欧盟成员国前不久还就对俄脱钩问题达成一致，但是能源不足带来的后续危机，导致现在欧盟内部人心更加不齐。如今的欧盟各国一边要面临俄乌冲突带来的能源断供，另一边又要面临即将到来的严寒。届时，欧盟各国或许会上演一出为能源大打出手的戏码。话又说回来，欧盟本该是个独立的个体，现如今却因为谁美制俄，导致欧盟打破了表面的一派祥和。制俄后的短短半年时间内，欧盟已经接连爆发了几次内讧，长此以往，分裂或许会成为现实。除此之外，奥总理这番喊话，从某些方面来说，也证明了欧洲在乌克兰的努力彻底失败。这不仅会让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彻底丧失话语权，还会导致欧盟的威信扫地，甚至不得不把自己困到美国的战车上，任由华盛顿予取予夺，在欧洲制造更大的动荡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看看德国的现状就知道了。当下的德国呀，除了民生凋零，俄罗斯反制带来的影响可能让德国陷入持续的倒退。但从经济方面来看，战争导致的能源短缺，能源价格随即飙升，通胀率居高不下，欧洲资本为了自保，自然就卷着包袱出逃到美国，这让德国的经济面临停摆。仅仅是经济倒退，就能引发很多的问题，可能会让许多小国都来踩上一脚。例如，乌克兰就能一边接纳德国的援助，一边嘲讽德国，更不必说其他试图控制欧洲大陆的国家。德国在乌克兰危机上的战略失败，已经让自己的全球经济
和政治影响力大幅下降，而失去德国这个领头羊的凝聚力，欧盟未来的存在感则会变得更加薄弱。好，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儿，谢谢你的关注。